第一课，见面。我很想见面，我们可以在4点左右在入口处见面吗？听起来很完美。我喜欢下午的聚会，它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聊天和交流。没错，忙碌了一天后，现在是放松身心和分享故事的好时机。是的。另外，当时的天气通常很好，因此更加愉快。对，我很期待，与朋友共度时光总是令人耳目一新。绝对可以。我们可以探索附近的一些新地方，或者只是喝杯咖啡和聊一聊。是的，我喜欢一起探索新景点，它总能留下美好的回忆。当然，我们还要留意当时发生的任何有趣事件。这是个好主意，我为我们的聚会感到兴奋，我们上次出去玩已经太久了。第二课，趣味棋盘游戏。为了社交和度过美好时光，你通常在聚会上玩哪些棋盘游戏？我们经常玩像大富翁和拼字游戏这样的经典游戏，但我也喜欢推出新游戏。听起来很有趣。我认为尝试新游戏可以让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感到刺激和新鲜。绝对可以。它鼓励所有人参与，甚至共同学习新策略。是的，这是在欢笑和有益竞争中建立联系的好方法。没错。此外，它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展示自己喜欢的游戏，使其更具包容性。对，我认为混合搭配适合不同兴趣和技能水平的游戏很重要。是的，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尽情享受，感受其中的乐趣。让我们尽快计划一个游戏之夜。我很想带一些我最喜欢的东西来试试。第三课，奇迹之门。你知道，书确实是通往各种奇妙地方的大门，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绝对可以。令人惊讶的是，在一页上只需几句话就能将你带到不同的世界和体验中。没错，我喜欢一个好故事，可以带你在不离开家的情况下踏上冒险之旅。是的，它可以让你探索原本可能永远不会遇到的文化和想法。对，我们在书中遇到的角色通常感觉像朋友，他们的旅程可以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当然，虚构如何反映现实，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生活，这真是令人着迷。它的美妙之处在于，每个人对故事的解释都不一样，从而与材料建立了独特的联系。是的，这就像一种共享的经历，可以激发讨论并加深友谊。我完全同意，书籍确实有能力通过共同的故事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第四课，体育运动中的业余精神。毕竟，体育合作本质上纯属业余爱好者，而当前以商业为导向的奥运会却显得截然不同。是的，有趣的是，这些年来竞争的本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更多的关注商业化。没错，最初的精神是对这项运动的激情和热爱，而不仅仅是赢得奖牌和代言。对，这与运动员现在更多的被视为品牌，而不是个人形成鲜明对比。是的，记住最初激励运动员参加比赛的价值观很重要。绝对可以。
业余精神体现了友情、团结和参与的乐趣。即使在当今体育界的商业压力下，这些价值观仍然值得庆祝。是的，这提醒人们，体育运动的核心在于比赛的乐趣，而不仅仅是荣誉。我们希望我们能带回一些精神和对游戏的热爱的感激之情。第5课，保持活力。你如何在一天中保持精力充沛？我觉得有时候保持注意力很困难。我主要做一些伸展运动，然后是轻微的慢跑和几组俯卧撑，让我的血液在早上流动。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很棒的例行程序，它一定能帮助你开启新的一天，并保持精力充沛。绝对可以。体育锻炼可以提高我的能量水平，并有助于我为未来的一天清醒头脑。是的，我应该在早上的日常活动中加入更多的动作，这听起来令人耳目一新。当然，即使是短暂的运动，也可以显著改变你的感受。对，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最适合你的方法，并养成一贯的习惯。没错。另外，这是为当天余下的时间定下积极基调的好方法。我受到启发去尝试一下，这听起来像是提高我的工作效率的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法。第6课，交通小贴士。如果你打算坐火车，你有什么建议要给我吗？当然，好吧，首先一定要提前预订门票，以免在最后一刻感到压力。这是个很好的小贴士。我听说价格可能会有很大差异，具体取决于你的预订时间。没错。此外，知道您的旅行计划已提前整理完毕，让您高枕无忧。对，那去火车站呢？有任何建议吗？一定要提早离开，以防意外延误。早起总比着急好。这是有道理的，我一定会记住这一点，以免在最后一刻感到恐慌。是的，一旦你上了火车，就可以欣赏风景，这可能会很放松。绝对可以。我喜欢在旅行时看着景观的变化，这是旅程的一部分。第7课，与当地人互动。旅行可以让你与当地人互动，我认为这是体验中最棒的部分之一。绝对可以。这些互动可以为一个地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提供如此丰富的见解。是的，询问有关他们的祖国的问题，通常会带来引人入胜的故事和观点。没错，你能从每天住在那里的人那里学到多少东西，真是太神奇了。它还能与这个地方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让你的旅行感觉更有意义。当然，这些对话通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冒险和回忆，你会永远珍惜。对，此外，当地人可以推荐您在旅游手册中可能找不到的隐藏宝藏。是的，我喜欢探索只有当地人知道的正宗餐厅或景点。我等不及下一次旅行了，让我们把与当地人互动并向他们学习作为重点。第8课，精油的使用。还没有，它是如何运作的？我听说它涉及使用精油来增强幸福感。是的，
太迷人了。精油可以以多种方式使用，例如芳香疗法、按摩，甚至用于皮肤护理。没错，我很好奇不同的精油会如何影响情绪和健康。太神奇了。例如，薰衣草以其镇静特性而闻名，而柑橘油可以增强能量和积极性。这听起来很有趣，我很想更多的了解不同的精油及其益处。绝对可以，有很多资源可以帮助您了解如何有效的使用它们。是的，我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加入精油可以改善我的整体健康状况。当然，这是支撑身心的一种自然方式，也可能是一次有趣的探索。我很高兴能开始这段进入精油世界的旅程。第9课，学习基本短语。别担心，开始学习基本短语，并每天练习，可以显著提高您的语言技能。是的，我完全同意。一致性是关键，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小规模的日常实践，也可以带来实质性的进展。没错，这是为了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使您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在真实对话中使用这些短语，有助于强化你所学内容。绝对可以。令人惊讶的是，只要在日常情况下使用这种语言，你就能很快获得信心。是的。此外，它还为与他人建立联系和让自己沉浸在文化中提供了机会。我等不及要开始多练习了。用一门新语言学习和交流感觉很有意义。当然，让我们承诺互相鼓励，分享学习之旅中的小贴士。听起来像个计划。我们可以共同使学习成为一种有趣而丰富的体验。第10课，投票权。想想民主选举中的投票权，真是令人着迷，特别是考虑到一些男性仅仅因为穷人或属于少数民族而被剥夺了这项权利。是的，这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了争取平等和代表性的斗争。令人震惊的是，获得这种基本权利的机会是如何受到限制的。没错，财务状况或种族可能决定一个人参与民主的能力的想法，令人深感不安。他还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即在确保每个人的平等权利方面，我们已经走了多远，还需要走多远。绝对可以。重要的是要记住，争取投票权的斗争仍在继续，需要时刻保持警惕。是的，如今许多人仍然面临障碍，我们有责任为边缘化群体辩护。对，有关这些问题的教育和认识，可以使更多的人有能力捍卫自己的权利。当然，当个人了解自己的权利时，他们更有可能要求变革并参与民主进程。这有力地提醒人们，当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和机会发表意见时，民主就会蓬勃发展。第11课，学习技巧。我一直在寻找改善学习习惯的方法，有什么建议可以分享吗？这听起来很有帮助，我会试一试的。一个重要的策略是在学习期间休息一下。是的，这是有道理的。如果你长时间不间断的学习，很容易让人不知所措。
没错，当你重返学习时，短暂的休息可以帮助你提神醒脑，提高注意力。我一定要把它纳入我的日常工作中，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明智的方法。是的，当你让大脑有机会休息时，你会发现可以更好的保留信息。对，你在休息期间会做什么特定的活动吗？我喜欢伸展运动或快速散步，它可以帮助我清醒头脑，为下一次锻炼注入活力。这是个好主意。休息的时候我也会试着动一下。第12课，交通可及性。我一直在考虑我们旅行的交通选择。博物馆和公园交通便利吗？是的，这两个地点都有便捷的公共交通连接，因此四处走动很容易。这令人放心。我更喜欢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来避免停车的麻烦。没错，这里更方便，你可以像当地人一样体验这座城市。是的，另外，它很环保，这是一个好处。绝对可以。许多城市正在改善其公共交通系统，以容纳更多的游客。我期待着在没有交通压力的情况下进行探索。是的，让我们制定一个计划，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欣赏沿途的美景。当然，这本身就是一次冒险，探索城市的交通选择。第13课，在线安全。在线浏览时，必须注意网络钓鱼诈骗和可疑链接。是的，在点击任何看似不对劲的东西之前，我们都应该仔细检查，尤其是在电子邮件中。没错，令人惊讶的是，有些骗局如此复杂，很容易上当受骗。绝对可以，花点时间验证来源，可以为你省去很多麻烦。对，我一直在寻找合法性的迹象，例如正确的电子邮件地址和语法。是的，而且使用能够举报可疑活动的安全软件也很有帮助。当然，随时了解最新的骗局对于保护自己也至关重要。绝对可以，共享有关潜在威胁的信息，也可以帮助他人保持安全。我很高兴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这是探索数字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第14课，偏远岛屿。你知道这个非常小的岛屿距离新几内亚超过4000公里吗？它的孤立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是的，这种距离确实可以看出它一定是多么的独特和遥远。我想知道那里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没错，与更多的城市地区相比，这种隔离可能意味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我能想象，社区必须严重依赖当地资源和传统来维持生计。是的，那里的文化很可能有着丰富的历史和由其环境塑造的独特习俗。绝对可以，我很想更多的了解他们的习俗，以及他们如何适应生活在如此偏远的地方。想想自然之美，风景必须令人叹为观止。这里有未受破坏的景观和多样的野生动植物。是的，探索这样一个地方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冒险，远离现代生活的喧嚣。
想想它有多遥，真是不可思议。但它是我们世界的一部分，充满了等待被发现的故事。第15课，伦敦之旅。你好，我计划下个月去伦敦旅行，在预定住宿时，我真的可以参考一些建议。这听起来很令人兴奋。伦敦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你在寻找酒店还是更独特的酒店，比如 Airbnb？ 我认为爱比营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将使我能够像当地人一样体验这座城市。绝对可以。住在住宅区可以更真实地感受伦敦的生活。是的，另外，我自己做饭可以省点钱，这是一种奖励。当然，只要确保查看评论，即可确保这是一个好地方。好主意，我还会寻找靠近公共交通的景点。这是必不可少的。靠近地铁可以使出行变得更加容易。我等不及了，谢谢你的提示，他们会帮助我充分利用我的旅行。第16课，泰坦尼克号的悲惨历史。早在1912年，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造成数百人死亡，这是历史上的悲惨事件。是的，想起那场灾难中丧生的人，真是令人心碎。围绕他的故事既迷人又悲伤。没错，泰坦尼克号被视为一艘永不沉没的船，这使这场悲剧更加悲惨。绝对可以。它清楚地提醒人们人类的傲慢和自然的意想不到的力量。后果导致了海事安全法规的重大变化，这是一项必要的应对措施。是的，它强调了安全措施的重要性以及更好的应急协议的必要性。有趣的是，这样的灾难如何带来保护未来旅行者的进步？当然，泰坦尼克号仍然是航海史上一个既有创新又有悲剧的有力故事。我认为记住这些事件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塑造了我们对海上安全和责任的理解。第17课，福特的决定。福特决定为每辆车额外增加$11来解决这个问题，这表明了他们对安全的承诺。是的，有趣的是，他们如何权衡解决问题的成本和潜在的后果。没错，一些公司可能偷工减料，但福特选择了负责任的路线。当一家公司将客户安全置于短期利润之上时，这真是令人钦佩。绝对可以。从长远来看，这一决定也可能提高了他们的声誉。是的，消费者赞赏那些支持其产品并承担责任的公司。这提醒人们，道德实践可以带来商业的长期成功。当然，我认为所有公司都必须考虑其决策对客户的影响。我同意，透明度和问责制对于建立与消费者的信任至关重要。第18课，电子商店推荐。我一直在附近的这家电子商店里看看，那里有各种各样的小工具和配件。这听起来很有希望。您在寻找什么样的产品？我主要对升级电脑感兴趣，也许还想买一些新耳机。太棒了！
增强您的技术设置总是令人兴奋的。你找到你喜欢的特定品牌了吗？是的，我听过一些品牌的好消息，我想在做出决定之前亲自见到他们。太聪明了，测试一下总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在电子设备上。没错，另外，商店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这使购物体验变得愉快。这是奖励。良好的客户服务可以在购买时产生巨大的影响。我完全同意。我会告诉你我的购物进展如何，我对这项新技术感到兴奋。第19课，护理和医疗报告。他发表了一份长达1000页的英国陆军医疗状况报告，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是的，太了不起了。这表明他在那段时间致力于改善士兵的医疗保健。没错，他的广泛研究一定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并促成了重大改革。绝对可以。写了几本关于护理的书，也凸显了他对推动该领域发展的承诺。他如何利用自己的知识来倡导更好的医学条件和实践，这令人鼓舞。是的，他的工作可能影响了许多医疗保健政策，并为子孙后代设定了标准。他有力地提醒人们一个人可能对整个职业产生的影响。当然，如今他的遗产继续激励着护士和医疗专业人员。我认为认可和庆祝医疗保健先驱者的贡献至关重要。第20课，为子孙后代持续带来好处。他们的孙子们知道，我们已经进行了必要的改革，以便在他们的时间内维持这些福利，这非常重要。是的，确保子孙后代能够享受我们努力建立的优势至关重要。没错，长期规划对于创造稳定和繁荣的未来至关重要。它不仅反映了我们对同行的责任，也反映了我们对那些将要追随我们的人的责任。绝对可以，这是关于建立支持子孙后代福祉的遗产。是的，确保改革的可持续性需要所有参与者的合作和承诺。想一想，我们今天的行动如何对明天产生持久影响，真是令人鼓舞。当然，让我们继续倡导优先考虑当代人和子孙后代需求的政策。我同意，团结起来，我们可以为那些将要继承他的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第21课，明确的目标和有效的协调一致。绝对可以。制定明确的目标将有助于我们有效的协调努力实现我们的目标。是的，为了保持专注和动力，知道我们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没错，当我们的目标明确定义后，跟踪我们的进展和进行必要的调整就会变得更加容易。他还鼓励团队合作，因为每个人都了解自己在实现这些共同目标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他创造了一种目标感和方向感，可以推动我们前进。绝对可以。此外，沿途庆祝里程碑可以保持士气高涨，营造积极的气氛。是的，认可成就，无论成就多小，都很重要，以保持动力。
当然，明确的目标也使我们更容易与他人传达我们的愿景。我完全同意，这一切都是为了创建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共同遵循的路线图。第22课，环球足球。孩子们的草地非常适合踢足球，这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最广泛的运动。是的，无论年龄或背景如何，足球如何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真是太神奇了。没错，这是一种通用语言，可以连接社区并增进友谊。在开放空间玩耍，可以鼓励孩子们保持活跃并发展重要的社交技能。绝对可以。足球教导团队合作、纪律和公平竞争的重要性。是的，这是孩子们在享受乐趣的同时学习宝贵的人生课程的好方法。比赛的刺激可以激发年轻球员实现远大的梦想并追求自己的激情。当然，我喜欢足球如何在球员和球迷之间营造归属感和社区感。这是一项超越国界和文化的美丽运动，使其真正与众不同。第23课，健康的早餐选择。不用担心，任何中度烘焙都可以，至于麦片，任何健康的选择都可以。听起来不错，以营养丰富的早餐开始新的一天，为接下来的一切定下了积极的基调。没错，我认为早上为我们的身体提供正确的营养是很重要的。绝对可以，均衡的早餐可以提高能量水平，提高一整天的注意力。而且，有既美味又健康的食物真是太好了，这样可以更容易的养成良好的习惯。是的，我喜欢探索不同的高纤和低糖的谷物。这里也一样。令人惊讶的是，有多少美味的选择能让我们满意。当然，一杯好咖啡或茶可以完美的补充早餐。是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完美的平衡点，正确的开始新的一天。第24课，工作研究的行业标准。在为求职做准备时，你有没有考虑过研究行业标准？是的，了解您所在领域的规范，对于了解工资和福利方面的期望至关重要。没错，它可以帮助您设定切合实际的期望，并在谈判中赋予您权利。在向潜在雇主展示自己时，这些知识确实可以有所作为。当然，雇主对了解情况并对自己的价值充满信心的候选人表示赞赏。他还表明已经完成了功课，这可以让你与其他申请人区分开来。对，此外，不同地区的行业标准可能有很大差异，因此本地研究很重要。当然，根据当地市场条件量身定制方法可以增加成功的机会。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要确保职位，每一个优势都很重要。第25课，计划旅行。你好，我计划下个月去伦敦旅行，在预定住宿时，我真的可以参考一些建议。这听起来很令人兴奋。伦敦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你在寻找酒店或更独特的酒店吗？比如 Airbnb。我认为爱彼迎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它可以让我像当地人一样体验这座城市。绝对可以。住在住宅区可以更真实的感受伦敦的生活。是的。另外，我自己做饭可以省点钱，这是一种奖励。当然，只要确保查看评论即可确保这是一个好地方。好主意。我还会寻找靠近公共交通的景点。这是必不可少的。靠近地铁可以使出行变得更加容易。我等不及了。谢谢你的提示，他们会帮助我充分利用我的旅行。第26课，澄清疑虑。我想讨论几件事，我对我们之前谈到的一些细节有点不清楚。当然，我很乐意澄清任何令人困惑的问题。你具体想谈什么？我特别不确定我们项目的时间表和我们设定的截止日期。这是可以理解的。让我们逐步将其分解，以确保一切都清晰可见。是的，我认为这会很有帮助。我想确保我和其他人站在同一个页面上。绝对可以。沟通是关键，尤其是在努力实现共同目标时。对，我很感激你愿意帮我澄清一些事情。当然，重要的是，我们都要对自己的角色和责任充满信心。我已经知道我们可以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了。第27课，在机场航行。嘿，你以前去过这个机场吗？不，这是我第一次。我希望浏览起来不会太复杂。这里也一样。我听说有些机场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尤其是对于初次来访的游客来说。是的，我一直担心会迷路或错过航班。没错，熟悉布局和所有内容的位置很重要。我同意。查看机场网站上的地图和信息可能非常有帮助。这是个好主意。另外，提早到达可以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问题。是的，我宁愿有更多时间放松身心，也不愿匆忙通过安检。当然，让我们制定一个计划，在有充足的空闲时间抵达。第28课，彩色西装。那些漂亮的彩色西装看起来棒极了，但是我不确定大小。是的，它们确实脱颖而出。看到这样的大胆时尚选择总是很有趣。没错，但是找到合适的款式可能很棘手，尤其是对于如此独特的款式。是的，在做出决定之前，一定要试穿它们，看看它们的感受。我同意。有时不同品牌的尺码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最好检查一下。当然，一套合身的西装可以改变你的感受和表现方式。对，我想对自己的穿着感到自信和舒适。绝对可以。让我们确保找到能突出您风格的完美合身款。我很高兴能尝试一些选项，感谢您支持您找到合适的产品。第29课，为保暖而购物。今年冬天你是否也考虑过去网上商店看看，以获得额外的温暖？是的，这是个聪明的主意。在线购物可以提供更多的选择，尤其是冬季装备。没错。此外，
许多在线零售商的销售额都很高，尤其是在较冷的月份。是的，我喜欢寻找保暖夹克和舒适毛衣的优惠。而且，在家购物的便利性是一个巨大的好处。绝对可以，它可以节省时间，并允许您轻松比较价格。对，在去商店之前，我一定会在网上查看。这是个好计划，让我们互相了解我们遇到的任何精彩发现。当然，我期待着今年冬天在不花很多钱的情况下保持温暖。第30课，健康的选择。我一直在考虑在饮食中加入更多含有大量水果和蔬菜的膳食。听起来很棒，我也应该这样做。我喜欢快餐，但我知道我需要更健康的食物。是的，平衡快餐和营养餐是保持身体健康的关键。绝对可以。新鲜水果和蔬菜提供人体所需的必需维生素和矿物质。没错，我认为在家做饭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更好的选择。是的，这是尝试不同食材和口味的有趣方式。我很高兴尝试包括各种农产品的新食谱。我也是。让我们分享我们最喜欢的健康食谱和想法，以保持彼此的积极性。这真是个好主意。齐心协力，我们可以让健康饮食既愉快又美味。第31课，克服笨拙。有时候，我想他相信我不爱他是因为我的天性笨拙。我能理解，这可能会让他感到沮丧。发生事故并不容易。没错，我不是故意做这些事的，我内心只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人。是的，向他传达这一点很重要，这样他才能理解你的意图。对，我想让他知道我的心在正确的地方，即使我的行为并不总是能反映出这一点。绝对可以。公开对话可以帮助消除误解，并加强您的联系。是的，我一定要表达我的感受，向他保证我的爱。这是个好方法，这将帮助他在你的关系中感到更安全。感谢你的支持。公开谈论这些事情是件好事。第32课，参观当地博物馆。我想我很快就会参观当地的博物馆，关于文化和历史有很多东西要学习。这是个好主意。博物馆通常有引人入胜的展品，可以开阔你的视野。是的，我很高兴能探索和发现以前不知道的新事物。你不会后悔的。博物馆是联系过去和了解不同文化的好方法。没错。此外，艺术与历史如何以独特的方式交汇，总是很有意思的。绝对可以。我喜欢在展品中漫步，沉浸在所有信息中。我一定要花点时间，真的很感激我所看到的一切。是的，一切都与体验有关，所以不要着急。我等不及要分享我访问后学到的东西了。第33课，交通便利。公交车站就在火车站的街对面，非常方便。是的，这使旅行变得容易得多，尤其是当你需要在不同的交通方式之间切换时。
没错，不必走很远或担心会丢失连接，这让人松了一口气。此外，它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使您可以专注于旅程。对，我喜欢城市为提高效率和易用性而设计交通系统。绝对可以。当一切都触手可及时，它会让旅行变得更加愉快。我很高兴得知我们在旅途中不必处理复杂的接送服务。是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体验顺畅无忧。我很高兴看到一切都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将使我们的冒险更加美好。第34课，探索意大利和西班牙。我正在考虑去一个特定的国家旅行，现在我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之间陷入了困境，因为两者都有如此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这听起来很令人兴奋。这两个国家都提供令人难以置信的体验，从令人惊叹的建筑到美味的美食。没错，意大利有其美丽的历史遗迹，如斗兽场和威尼斯运河，但西班牙充满活力的文化和节日也非常吸引人。是的，而且我们不要忘记食物，意大利面很有名，而西班牙小吃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用餐方式。绝对可以。我喜欢食物如何成为旅行体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你与当地文化建立联系。当然，此外，这两个国家的艺术和音乐界都非常活跃，有无数的博物馆和现场表演可供欣赏。对，我觉得我可以在任何一个国家待几个星期，但仍然看不到所有东西。这就是旅行的美妙之处，每一次经历都会教会我们一些新的东西，并拓宽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历史上我倾向于意大利，但西班牙的活跃气氛一直吸引着我。第35课，预订建议。你好，我计划下个月去伦敦旅行，我正在寻找一些关于预订住宿的建议。这听起来是个很棒的计划。伦敦有很多选择，从豪华酒店到舒适的旅馆。是的，我正在考虑什么适合我的预算，哪个区域最适合观光。这是个聪明的方法。住在考文特花园或苏活区等中心区域，可以节省您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没错，我还想确保我靠近公共交通工具，以便轻松前往所有景点。是的，靠近地铁至关重要，它使在城市中四处走动变得更加方便。我还将查看评论，以找到一个客户服务良好的地方，这确实可以有所作为。绝对可以。优质的服务可以增强您的整体体验，使您的住宿更加愉快。我很感激你的提示，我将开始研究这些区域，看看能找到什么。第36课，日常活动。不是真的，只是工作之后也许可以去健身，这让我很忙。啊，我明白了。在工作和个人时间之间保持平衡很重要。当然，健身房帮助我在漫长的一天后放松身心，让我在工作中更容易保持专注。这是个好方法。体育锻炼确实可以提高你的情绪和生产力。是的，我也喜欢尝试新的锻炼方法，这会让事情变得有趣，并激励我继续前进。绝对可以，把它混在一起，可以防止无聊，
并帮助你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没错，说到这里，这个周末我还需要去杂货店购物。这是个好主意，准备健康的膳食，可以更轻松地按计划实现健身目标。是的，我喜欢计划一周的膳食，以确保我有我需要的一切。第37课，职业选择。我正在考虑从事科技或快速消费品的职业，这两个领域似乎都很有希望。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科技行业在不断发展，机会太多了。没错，但我也发现快速发展的消费品行业因其充满活力的市场而着迷。是的，快速消费品公司通常会对消费者产生直接影响，这确实可以带来回报。我同意。我很好奇，你觉得每个行业的哪些方面最具吸引力？好吧，我喜欢科技如何创新和改变生活，而快速消费品则更注重了解消费者行为。这是个好观点。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对于快速消费品的成功至关重要。是的，在科技领域，问题解决和创造力在开发新产品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我想在做出选择之前，我会进一步探索这两个领域。第38课，代际差异。想想，他比生活在1800年代初的祖父过得更好，很有趣。是的，它确实凸显了几代人之间生活方式和机会的差异。没错，他的曾曾祖父是一名农民，这意味着生活充满了艰苦的劳动和有限的资源。绝对可以。当时的农业极具挑战性，许多家庭难以维持生计。对，令人着迷的是，科技和社会的进步如何改变了我们当今的生活方式。是的，获得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机会已大大改善，从而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我认为重要的是要欣赏我们已经走了多远，同时也要认可那些在我们之前的人的辛勤工作。当然，他们的牺牲为我们今天享受的舒适和自由奠定了基础。我同意，反思过去可以激励我们继续为自己的生活进步而努力。第39课，颜色偏好。你是愿意为你的衣服选择不同的颜色，还是已经在想一种颜色了？我肯定对不同的颜色持开放态度。我认为尝试各种色调和风格很有趣。太棒了！色彩可以充分表达我们的个性和情绪。绝对可以。我喜欢某些颜色能让我感到更加自信或开朗。没错，令人着迷的是，我们的色彩选择如何反映我们的情感和态度。是的，我倾向于选择鲜艳的色彩，但我也很欣赏中性色调的优雅。这是有道理的。将两者完美结合，可以打造出适合任何场合的多功能衣柜。当然，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适当的平衡点，让你感到舒适和时尚。我完全同意。让我们一起探索一些选择，和朋友一起购物总是很有趣。Lesson 40 Fashion Choices. 他们在那家商店里有什么样的衣服？
我对最新的趋势很好奇。我更喜欢既时尚又舒适的时尚款式，所以我通常会去店里看看能反映这一点的店铺。听起来很完美，必须找到不仅好看，而且穿起来感觉不错的衣服。绝对可以。我喜欢能让我自由行动，同时还能彰显个性的服装。是的，看到时尚潮流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提供新颖的风格可供探索，令人兴奋。当然，我喜欢混合和搭配不同的作品，创造出独特的外观。这是个好方法，个性化您的风格可以让您脱颖而出并感到自信。没错，时尚应该很有趣，是表达自己身份的一种方式。我完全同意，让我们很快一起去购物，发现新款式会很棒。第41课，安全存款。你会怎么处理房间里的贵重物品？我一直担心如何保护它们的安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在酒店设有保险箱，这是确保您高枕无忧的好方法。这听起来令人放心。知道您的贵重物品是安全的，确实可以增强您的旅行体验。绝对可以。我一定要用保管箱存放护照和额外现金等重要物品。是的，这是在外出探索时防止任何潜在盗窃或丢失的明智方法。对，而且非常方便，我可以享受旅途的乐趣，而不必经常担心自己的物品。下次旅行时，我一定会记住的。这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解决方案。是的，只要确保拿到密钥并记住密码即可，这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会的，谢谢你的提示，我觉得已经准备得更充分了。第42课，标志性地标。这里的景色令人惊叹，我们周围到处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风景。我同意，但是法国的标志性地标也确实令人叹为观止。绝对可以。埃菲尔铁塔和卢浮宫只是众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探索景点中的2个。是的，每个地标都有自己独特的故事和历史，为美景增添了深度。没错，建筑如何反映一个地方的文化和精神，真是太神奇了。当然，我喜欢参观历史遗址，想象那些以前走过那里的人的生活。是的，每次访问都像是时光倒流，丰富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没错，法国的风景，从葡萄园到山脉，同样令人着迷。我迫不及待地想在下次旅行中同时探索地标和自然美景。第43课，模型制作。我认为遇见一个喜欢模型制作的人真是令人着迷，他表现出极大的创造力和耐心。是的，确实如此。模型制作需要对细节的关注和对工艺的热情。没错，这几乎就像创造一个微型世界，这可能会带来难以置信的回报。绝对可以。我喜欢将愿景逐一变为现实的想法，这是一种非常充实的爱好。是的，如果我们俩都决定尝试一下，也许我们可以交换模特的照片。那太棒了！分享我们的进展和技巧，可以互相启发。当然，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爱好总是更有趣。
没错，我很高兴看到我们创造了什么，并在此过程中互相学习。我等不及了，让我们设定一个日期，一起开始我们的模型制作之旅。第44课，派对成功。它很受欢迎，派对上每个人都很喜欢。我很高兴我决定带那道菜。太棒了！看到你的努力得到他人的赞赏，总是很有意义的。绝对可以。下次聚会时我一定要再试一次，真是让人满意。是的，有一个你知道能给房客留下深刻印象的首选食谱，真是太好了。没错。另外，我喜欢为朋友做饭，感觉这是一种绝佳的沟通方式。绝对可以。分享食物是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并创造回忆的一种普遍方式。我完全同意。下次我一定要准备一大批，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品尝。这是个好主意。也许我们可以合作为下次聚会准备其他几道菜。是的。我很乐意组建一个让所有人赞不绝口的精彩点叉。第45课，高收视率。我听说这家餐厅的评分很高，人们似乎很喜欢它。是的，很高兴听到。评论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在外出就餐时缩小选择范围。绝对可以。但我想知道，这在我们的预算之内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不花很多钱的情况下，享受一顿美餐很重要。没错。我认为我们应该先在网上查看他们的菜单，看看价格是否合理。是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旅行之前决定是否值得。我很高兴能尝试新的地方，特别是如果他们是强烈推荐的。我也是，体验不同的美食和氛围总是很有趣。让我们确保提前做好计划，这样我们就可以充分享受这顿饭，而不会有任何意外。第46课，与我们的身体建立联系。是的，体育锻炼如何帮助我们与自己的身体建立联系，真是太神奇了。绝对可以。参与运动时，我们能够调整自己的身体和情感感受。对，这就像提醒我们身体有哪些能力可以赋予力量。没错，无论是瑜伽、跑步还是跳舞，每项活动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表达自我的方式。它还能激发人们对我们的身体以及他们每天为我们做的事情的更深刻的理解。是的。此外，它还可以缓解压力，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找到平衡。我同意。优先考虑这种连接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我们快节奏的世界中。绝对可以。让我们致力于寻找有助于我们培育这种纽带的活动。是的，我们可以一起探索不同的方式来保持活跃，并与自己建立联系。第47课，学术压力。有时压力和挫折感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首先，我们受到来自我们所在大学的压力，要求我们提高工作效率。是的，我完全明白。期望可能如此之高，因此很难管理所有事情。没错，感觉就像我们一直在争分夺秒地完成最后期限和目标。绝对可以。平衡研究、教学和个人生活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对，
尽管我辛勤工作，但我经常发现自己在质疑自己做的是否足够。是的，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感觉的人，许多同事都有同样的困难。没错，分享经验可以帮助缓解部分压力并提供支持。当然，让我们把定期互相检查，以分享我们的挑战作为重点。我喜欢这个主意，在紧张时期拥有支持系统至关重要。第48课，阳光照射。为了最大限度地暴露在阳光下，这是个明智的主意，它可能对我们的情绪和健康非常有益。绝对可以。阳光有助于调节我们的睡眠周期，提高我们的维生素 D 水平。是的，我注意到，当我在户外度过时光时，我会感到更快乐，更有活力。没错，令人惊讶的是，像阳光这样简单的东西能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这让我想更频繁地优先考虑户外活动，尤其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当然，让我们计划一些徒步旅行或野餐，一起吸收阳光。我喜欢这个主意，在享受阳光的同时融入大自然，听起来很完美。是的，在享受阳光的同时，别忘了带防晒霜来保护我们的皮肤。绝对可以，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享受阳光和保持安全之间找到平衡。第49课，童年回忆。我记得有一个我很珍惜的洋娃娃，它白天放在我的床上，晚上我还会带它去睡觉。太甜蜜了，我们对童年玩具的依恋程度真是太神奇了。没错，我给了那个娃娃很多的爱和关注，把它当作真正的朋友来对待。是的，在我们成长的岁月里，这些玩具经常成为舒适和安全的来源。我认为它们能为我们留下如此多的回忆和情感，真是令人着迷。绝对可以，每一个划痕或印记都讲述着一个冒险和想象力游戏的故事。是的，它让人想起童年的纯真和创造力，而童年是如此珍贵。当然，让我们在今天创造新回忆的同时，保留这些回忆。我喜欢这个主意，在展望未来的同时，珍惜我们的过去很重要。第50课，定价决策。我们提议降低服务价格，但仍高于我们的预期。是的，这是一个有趣的情况。在确保我们支付成本的同时，保持竞争力非常重要。没错，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平衡点，既能反映我们提供的价值，又不必将自己定价退出市场。绝对可以，这一切都是为了有效地向我们的客户传达这种价值。对，如果我们能证明我们服务的好处，客户可能愿意多付一点钱。是的，透明的说明我们为何设定价格，有助于建立与客户的信任。我认为听取客户的反馈也很重要，这样才能确保我们满足他们的需求。当然，这可以指导我们对定价策略做出明智的决定。我乐观地认为，通过正确的方法，我们可以使这项工作对我们有利。